爱宝携手姐妹俩一块齐刷刷的等下班，这场景也是前所未闻了。刚开始时，这一家三口还各干各的呢，突然一个神奇的心灵感应，瑞宝这里就从小滑梯上下来了，径直走向了妈妈所在的通道门口。瑞宝走到妈妈身边，爱宝将其搂进了怀里，这宠溺的小动作给姨姨们看的心里暖暖的。就这样，瑞宝陪着妈妈一起坐在了通道门口等开门，而这时辉宝也慢慢从后面走了过来。爱宝听到了奶爸门开的声音，走过去查看。瑞宝、辉宝这里则紧跟其后，一左一右围绕在妈妈身边。一家三口敲完门后，又整齐地回到通道门口继续等待。这一家三口都急着要下班的样子，真是让饲养员和姨姨们开了眼。这以后收熊简直不要太轻松了。一会儿通道门打开，爱宝走在前面，瑞宝、辉宝跟在后面，很快就完成了回家的任务。而此时，隔壁的乐宝都等不及了。乐宝等不及的在奶爸的通道门口撒了一泡大的，这要是奶爸一开门，都得溜进房间里。乐宝这一行为着实有点调皮了。乐宝情绪上来也不是那么好哄的，刚才自己想回家你不开门，现在你开门了，本乐大爷又不想回去了。乐宝坐在小亭子上，静静地看着打开的通道门口，思量了好一会儿，才自己给自己哄消气，这才走回了家。宝此时的房间宛如一片竹林，里面是爱宝和瑞宝、辉宝昨晚的战斗成果，而护栏前面的竹子是今天早上爷爷搬来的新竹子。不仅这个房间这样，另外一个房间也是如此。此时瑞宝已经吃撑了，正惬意的躺在竹子堆里，小肚子吃得白胖白胖的，直到看到爷爷来了，这才起来活动了活动。没一会儿，辉宝这里又开始整活，对着爷爷就撅起了屁股，开始铲青团。姐妹俩铲青团还有分工排队，辉宝刚铲完，瑞宝接上了，只不过瑞宝是躺着铲的，这样铲青团或许更舒服。宝家吃饱饭后就到了上班时间了，这时江爷爷还不知道一会儿要发生什么。江爷爷此时心情还无比的开心，表示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。当太阳升起到一天当中的最高点时，也就是瑞宝、辉宝该回家时，江爷爷才开始意识到今天有些不平常，因为姐妹俩今天有点不太想回家。起初是辉宝，后面是瑞宝，辉宝爷爷哄了哄就回去，而轮到瑞宝时，瑞宝今天根本没给爷爷放在眼里。开始爷爷还让爱宝劝瑞宝下来，但爱宝试过后发现自己的话对瑞宝来说也不管用了。孩子大了，现在自己根本管不了，反而感觉爱宝坐在下面喊瑞宝的这个样子还很可怜。直到时间来到傍晚，天都黑了，游客都走完了，瑞宝这里还不打算下来，两个爷爷在树下急得团团转。不过最后结果是好的，只见江爷爷抱着瑞宝晃晃悠悠的就走回了室内园区。晚上回家后，瑞宝并没意识到自己今天干了什么，依旧很调皮，还想抢姨母手里的相机。爱宝这里看不下去了，给瑞宝制服在地，替奶爸教育了一顿瑞宝，而爷爷则在一旁辅助爱宝，让瑞宝以后一定要听妈妈和爷爷的话，同时夸赞爱宝真是一个合格的妈妈。爱宝也没有太严格的批评瑞宝，毕竟这个年纪正是贪玩的年纪。说着说着，爱宝就将瑞宝抱进了怀里，又对其宠溺了一番。爷爷在先为乐宝应援，让游客们别只顾看瑞宝、辉宝，去看看乐宝。乐宝在江爷爷心里有着很大一个位置，手机壁纸或锁屏必须得有乐宝的一张。而此时爱宝和瑞宝、辉宝这里都在睡觉。爱宝今天没有睡在室外，但睡在了空调口下面。虽然已经是冬天了，但是对大熊猫来说，因为有着厚重的毛发，这个天气还是有点热的，而空调出风口下面会让爱宝感觉到温度正好。当然睡在室外爱宝更舒服，但是为了不给奶爸添麻烦，爱宝都是回室内睡，而瑞宝、辉宝这里依旧是睡在他们俩的小树上。爱宝去室外后，将爷爷又扛了新竹子来室内园区，姐妹俩整齐的向下，看着小脑袋，一副嗷嗷待哺的样子，等待着爷爷给自己投喂小零食。小零食吃上后，姐妹俩依旧探着小脑袋在慢慢的咀嚼着，而将爷爷这里则又给姐妹俩插了一捧新竹子。安排完瑞宝、辉宝后，一会儿江爷爷又出来为乐宝应援，站在乐宝园区前拍摄着乐宝，这一行为也引来很多姨姨们过来一起拍摄。江爷爷这是在给乐宝分流呀，把自己的流量转移到乐宝的身上。宋爷爷给乐宝堆的金黄色落叶还在园区，乐宝今天在园区吃饱喝足之后，来到了宋爷爷给他插的小花前面。乐宝从里面挑了一根出来，拿起来闻了闻，察觉到不能吃后又给其扔了，之后又肆意的翘起腿对着姨姨们能吃能拉，就是奶爸的好蛋儿。爱宝的生物钟未免也太强大了，到点就下班的这个事情姨姨们已经见怪不怪了。除此之外，
爱宝和奶爸们之间还有一个默契的时间点，那就是下午爱宝的2次出门玩耍。当瑞宝、辉宝上午在室外玩累了，下午在室内睡觉时，爱宝这里悄悄走到了通道门口。爱宝知道这将是独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，爱宝动作很轻，没有吵醒瑞宝、辉宝。爱宝坐在通道门口乖乖等待着。很快，奶爸就给爱宝把通道门打开了。爱宝这次走出门没有犹豫，而是直接走去了小床。爱宝好似清晰的知道，这次的出门只有自己。爱宝这走过的落叶是一个心形，这个心形的落叶可不是自然飘落而成的，虽然不太起眼，但却是老凤头的小心思。爱宝在小床上安静的吃完他的窝头和竹子，而这时室内园区的瑞宝、辉宝睡醒了。不过姐妹俩睡醒后并没有找妈妈，俩人在独木桥上相互打闹着，你咬我一口，我咬你一口，谁也不让着谁，很是忙碌，所以根本没空想妈妈。等爱宝从室外回来时，这时也快到了下班点了。这时是爱宝一天里为数不多的带娃时间，随机选中一个开始对其宠溺。不过这更像是爱宝在打发自己临下班前的最后一点时间。爱宝眼看奶爸迟迟不给自己开门，爱宝表示再不给我开门我就给你挂网上。接着爱宝对着眼前的独木桥就啃了2口，顺便还扒拉了2口。想必是因为辉宝刚才在上面留下了浓郁的标记，爱宝嫌弃了。啃完独木桥后，爱宝直接来到了通道门口，坐等奶爸的开门。但奶爸好像不在，爱宝的行为引得辉宝也开始模仿。辉宝看到妈妈坐在通道门口等，自己也来到通道门口坐着，模仿的还挺像。爱宝这时刚转身走上独木桥，就听到了开门的声音，又立马调转了回去。这次回去，爱宝给姐妹俩都带上了。就在爷爷以为今天可以提前下班时，辉宝走到通道门口处，又立马折返跑了回来。不过辉宝只是跟爷爷开了个玩笑，故意逗老宋头玩的。辉宝发现老宋头居然没上当后，又从小亭子上下来跑回了家。家在班的主管、饲养员都围在了一起，正讨论着什么，表情看上去都很凝重。江爷爷讲道，虽然乐宝现在的年纪并不是很大，但是也已经达到10岁以上了。往往大熊猫在10岁以后就需要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。而根据韩国兽医对乐宝最近的多次的血压检测，发现乐宝的血压偶尔会有些偏高。韩国兽医表示，像大熊猫它们的血压最高血压是在140至160之间。 판다 같은 경우는 최고 혈압이 140에서 160, 사람보다는 조금 높은 상태이기도 하고요. 최저 혈압은 한 90 정도로 봐주시면 돼요. 不过这一点跟我国专家的标准有些出入，因为在一期节目中，吴凯奶爸讲过，我国健康大熊猫高血压一般在140至180左右，而江爷爷和韩国兽医想必以160为高点，也是为了乐宝的健康，想要照顾得更加细致。瑞宝、辉宝出外场后，饲养员们这里的舆论也越来越大，压力也越来越大，饲养员们也是想把宝家照顾得更加细致。乐宝则在血压检测时表现得很从容，让奶爸不用这么紧张，自己这体格子放在同届里面还是很能打的，表示明年还可以让奶爸再抱俩大外孙。乐宝的心思爷爷早看透了，这哪是想让自己抱大外孙，分明是乐宝想爱宝了。瑞宝真是继承他爹的宝家搞笑担当的头衔。爱宝和瑞宝这里正进行着温馨可爱吃播，镜头一转，辉宝这里已经趴在地上睡着了。每次辉宝看到爷爷来了，就越发的娇羞可爱。原本辉宝正埋头在竹子里狂吃，突然听到爷爷喊自己，辉宝立马探出头来。호이는 아주 신났네요. 어이, 까꿍, 호이 까꿍. 这一小探头给爷爷噎啵坏了。有时看到爷爷来了，辉宝就会对着爷爷各种摆弄，来吸引爷爷的注意力。对着爷爷把自己的全部才艺表演完后，才会从树上下来。不过下来树后，爷爷的彩虹屁还不能停，因为一停辉宝就不走，必须一直夸辉宝才会一直走。搞笑基因不单从乐宝那里来，有时爷爷们的行为，瑞宝、辉宝也会去学。例如，当别人正吃饭呢，江爷爷却在竹子里翻找起了瑞宝、辉宝的青团。一家子搞笑基因，江爷爷夸瑞宝、辉宝的青团小巧可爱，江爷爷这见着什么都要夸一夸的习惯，真是越发严重了。姐妹俩吃完饭，排排坐在栅栏前，挨个享受爷爷的僵尸按摩。这温暖又平和的晚上，就是宝家每天的生活模样。